那我现在呢，正在去医院做手术的路上。具体多少钱我上次没有问啊。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呢，我眼睛里面是长一颗痘。这一次呢，就是去 Gleneagles 医院做眼科手术，把这个痘给撕出来。首先是在这个机器上面拿个号，然后去前台把这个号给他注册一下，他就会给你一个大文档，然后让你带上楼。这边都是先看病再付钱。我刚做完手术啦，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还是有一点红，但是呢一点都不疼。做完手术呢就来学校接孩子了，当然要戴个墨镜保护一下眼睛，因为这边的太阳还是很猛。那我现在呢已经是做完手术3个小时了，我刚才还去接了小孩，买了午餐，吃了午餐，还去逛了一个超级市场，坐在家里面大概休息了一下之后呢，开始录这个视频的。现在可以说是一点都不疼，那我也不需要戴墨镜，因为我记得我在做雷射手术的时候呢，我当年做雷射可能10几年前了，我当时做完是非常胀非常疼，我大概有1天到2天的时间是一定要卧床不起，而且那种感觉就感觉一直有人捏着你眼睛然后不放的那种，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那趁我现在还回忆得起来呢，我就把整个过程跟大家描述一下，因为我在进去之后呢是没办法录影的，我整个衣服全部换掉了，换成做手术的，然后头上包了一个蓝色的小帽子啊。首先我在做手术之前的头1天，护士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是英文的，上面写的什么呢？这个短信还蛮贴心的，他不但是发给我啊，他还发给了宝爸，所以宝爸也知道，他还提醒我，我说我知道，我收到了。那上面写了什么呢？它上面有手术的名称、医生的名字、日期、时间。他说请在约定时间15分钟前就到楼下去登记，这样你不会迟到。登记完了之后请上6楼。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看我今天头发那么顺啊，他说请在你手术之前把你的头发洗了，澡也洗了，等你手术之后你不需要洗澡，就减少接触水的机会。还有在手术当天，请你不要化任何的妆，也不要擦任何的护肤品。还有就是说去医院的话就要戴个口罩，但其实我这次是忘了戴的，但是他们也没说什么哈。到了 Gleneagles 之后，我是先去拿了个号，然后几乎是没有等，就几秒钟的状态，我就被叫到前面去登记，就拿我的护照，我的外籍护照给他，然后他给了我一堆的 sticker， 然后就上楼了。Dr. Sim 的眼科诊所呢是在6楼，那同时间呢这边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医生啊，就是我觉得没事都可以来这个 Gleneagles 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就好像我之后逛着逛着就突然发现有一个是痔疮的诊所，而且是雷射去痔疮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又很痛苦的问题，但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出来说啊。完了之后呢，护士就帮我在各个档案上面贴了这些 sticker， 我觉得应该是方便他们以后查找我的资料。之后呢，我就在那边大概等了30分钟左右，医生还在做上一个手术，他当天是有3个手术在做的。那我还非常幸运了，见到了在我前面做手术的那个伯伯被轮椅推出来，轮椅应该是例行公事，因为我也是推着轮椅被推进去的。我是人生中第3次坐轮椅啊，之前2次是剖腹产，2次都是被推出来的，这次是做一个超级小的小手术，但是也是用到轮椅了。我就坐在轮椅上跟旁边坐在轮椅上那个伯伯聊，那他的眼睛也是跟我同一只眼睛，是透明的一个罩子，有一些气孔在上面被粘在上面，就是保护他的眼睛。因为他做了2个不同的项目在同一只眼睛上面，一个是白内障再加上青光眼，这2个呢都是我觉得算是对我来讲是大手术。我就说你会不会害怕，他说没有啊，没有害怕。我就问他说会不会疼，他说其实还好，没有很疼。我就觉得这医生莫非技术这么好吗？那他说呢，他在20年前有一个亲戚就来到 Dr. Sim 这边也是做手术，然后非常成功，所以我们就是对 Dr. Sim 的印象都非常好。然后我当时就说20年前，可是 Dr. Sim 看起来才像是40岁左右，就可能跟我年龄差不多。然后他说对，他应该行医已经超过20年了。我当时都震惊了，真的，你亲眼看到这个医生的眼睛是一根皱纹都没有的，你很难想象说他是已经做了手术已经20多年。我就问他说你这个青光眼再加上白内障一共花了多少钱
他说全部都是保险包的，他们有买那种私人保险，如果是跟手术一起需要的药物都是全包，那他是1分钱都不用出的，但是总共的价格呢，如果我要自费去做的话，就是1万多马币，因为他说好像白内障是5000多，青光眼是5000多，所以加起来应该是1万多，因为它是2个手术在同一时间做嘛。那我说大概做了多久？他说也没有很久，大概就45分钟左右吧。然后这个手术非常成功。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眼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他是很正常的在讲话了。那他还跟我说，他曾经有朋友去其他医院做过类似的手术，就是白内障手术啊。结果出来之后几个月都看不到，过了几个月之后呢，视力就慢慢恢复，但是不是在我们这边做的，所以他说因为医生的口碑非常好，所以呢他还是来到Gleneagles这边做。他还说呢，去年是他太太来这边做的白内障的手术，也是非常的成功。那我其实是非常好奇，因为我知道我的爷爷辈儿的全部都有白内障这个问题。我的姥爷是在80、90岁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的眼睛里面这样子就是一坨浑浊的白白的东西，所以我知道我老了估计大概率是要去做这个手术的。那大家可能会想说，我这个小小的这一个手术多少钱？等到最后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一共多少钱啊。对于本地人来说，这个钱可能不算便宜，但是对于我这个美国来的人，我真的觉得太划算了。怎么会那么便宜做一个眼部的手术？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手术的具体流程。首先我是被带到了3楼换衣服，再戴个帽子之后呢，他给我了一把钥匙，把我原来的衣服和我手机全部锁在一个柜子里面，让这个钥匙揣在那个兜里面。他这个手术的衣服还有个兜，那我就坐在轮椅上面，他给我准备了一个毯子盖在我身上，因为手术室其实是很冷的，大概是在16度左右。当医生摸到我的脸的时候，我说哇，医生你的手好冷啊。他说对，手术室就是要这样子的温度，细菌不太容易在这个温度能够存活。那手术室相当的大，非常的宽敞，因为我之前做 C-section 的时候，我记得我被推进去的手术室可能只有它的1/3这么大吧，或者是1/2，而且里面呢机器什么的都非常先进。那我躺下来之后呢，它照一个光在我的眼睛上面，还有摄像头，所以是能够看得到。我只要往这个方向看，我能看到上面是一个大的屏幕，完全能够看到我手术的整个过程。那护士呢会帮我点麻药，拿一个清理的东西，我觉得是清理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在我眼睛上面滴了一下，应该是把所有里面的脏东西都全部清掉。那医生呢拿碘酒是在我的眼眶周围再清理了一遍，然后拿一个蓝色的布从下面这样子哐翻上来，有一个白色的洞，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的眼睛。那他后来拿剪刀又把这个洞白色的这层给剪开了，然后拿一个铁架子把我眼睛给撑开，我就完全看到整个手术的全过程。那他是拿一个小剪刀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从上往下把我的这个 pinguicula 结膜小疣的表皮顺着边儿给剪开了，然后拿一个小镊子呢慢慢的把它给移动，就是先松动一下，然后整个过程呢也没有说不舒服，但是就是很怪，那种感觉很怪，因为你想眨眼但是眨不了，这个是我觉得最痛苦的地方。我的眼泪呢是一直在往外流，因为这只眼睛没办法闭上，所以我就只能说是深呼吸。然后医生还说啊，你就正常的2只眼睛都要打开，这样的话呢我比较容易去做手术。然后我就尝试着2只眼睛都打开，的确是会好一些的。如果你老是闭着一只眼睛，这个眼睛上面的肌肉一直想要往下按，我觉得好像我的眼睛也不是说特别稳，所以2只眼睛打开的话呢，眼珠能够比较固定，让医生去做这个手术。我觉得其实过了大概2分钟之后，你的眼睛就适应了，它就固定在一个位置。然后我是看着医生拿一个镊子，这边是一个镊子，应该是这样子镊子，这边拿一个像一个小小的怎么讲呢，就是带一点点尖的东西，然后一直在那边撕它，
真的是在撕，不到5分钟的时间，很快这个东西就被医生给撕出来了，它有点像挤痘痘一样，就把它给挤出来了。那我还查了一下这个结膜小疣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说是非癌变的增生，就好像一个 jello 一样。我还问医生说这个小痘痘我能不能留下来，我想要拿回家做纪念。医生果然给了我了一个小瓶子，里面就是我的结膜小疣，大家看一下，放大就是它，经常造成我眼睛不适。其实很小一个，像是那种 jello 一样，看看啊，很小很小一粒的东西长在我眼睛里面。这个呢，就是在我眼睛里面折磨我好一段时间的东西。这个呢是眼药水的瓶盖，你看它有多小，它的质地呢感觉像是一个绿绿的一个 jello， 哎呀它不见了，在这里就非常的小，但它在我的眼睛里面真是折磨我好长一段时间了。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小啊，就是比指甲盖还要小，但是它经常弄到我眼睛发炎，所以我挺恨它的，但是我还是把它拿回来了。那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呢，医生是拿一个棉签在我的眼睛上一直按在那边，按了大概有1分钟左右吧，1分钟到2分钟。其实我觉得它棉签按在上面比真正做手术还要难受，因为它是有压力的嘛，它一定要按着它止血，所以你看到现在呢，它只是一个很小的点，那比我以前突然之间爆血管的那个眼睛的红呢还要小，所以我觉得这个棉签压在我的眼睛上面是最疼的，其实也是可以忍受啊，只是你觉得有点压力而已，不会说是疼，就是不舒服。然后我突然之间非常佩服那个刚才跟我在轮椅上面聊天的伯伯，因为我觉得是难受的，是不是说那么舒服的，他居然还能跟我聊天聊那么半天。因为我们大概在外面等待的时间嘛，因为他出来之后我是下一个嘛，那我们是坐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医疗室，因为我在美国呢是去过急诊室的，那急诊室它有个等待的空间，就是你推进去之后啊是有个等待的空间，那比那个地方还要大，就是做心脏科手术的，我觉得比那边就威利尔的那个急诊室还要大。那病人呢，就我们2个，其他全部都是医护人员，所以我觉得他的医护人员对病人有差不多达到了1:6左右，1:6以上啊，甚至，所以你得到的真的是 VIP 的服务。所以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马来西亚被连续10年评为国际上面啊全球第一，就是医疗保健性价比排名第一。那至少我的感觉啊，在沙巴的 Gleneagles 看 Dr. Sim 开这个小手术的整个感觉，我觉得是比美国好太多了。因为美国我是不止1次进急诊，就是像我爸也曾经进过急诊2次，然后宝爸也进过急诊，那我都是陪同的嘛。那你没有等个4个小时，你都不叫进过急诊，而且是4个小时，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事情让你做，你就坐在那边。那我基本上这次来做手术呢，就是当然了我是约好的，就立刻做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就在那边等待上一个手术结束嘛。上一个手术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我就被叫进去换衣服，然后在里面等，还跟上一个手术的伯伯聊了天儿。然后呢，伯伯也有问说，你是在这边住的吗？因为他听我口音不像马来西亚人嘛。我说不是，我是从美国过来的。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美国一些医疗的这些等于说是噩梦吧。像我们认识的一个律师朋友，他是因为打球然后受伤了嘛，就去看他的胳膊手肘，然后要去照个 X 光。那他每个月付的医疗保险呢，就是在加州，就是在我们附近的。每个月的医疗保险，他一个30多岁的律师，身体非常的健壮，然后要$500一个月，就差不多2500马币一个月。那如果是就是大概有了解马来西亚医疗保险私人的医疗保险的话，就是这个简直就是1年的价格了，那就等于加州的1个月的医疗保险在马来西亚就是1年的医疗保险，就可以差不多是这样子算了。那我们的律师朋友呢，就去照 X 光。
有保险的情况下，这一个 X 光要$2500，然后我就跟这个伯伯说，然后就问伯伯说，诶，你有没有照过 X 光？他说有啊。然后我说大概多少钱？他说很便宜啊，几十块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就还好我们离开美国了，真的，美国你是中产有保险，然后真的还是看不起医生的。因为律师当时他已经是收入算是不错的人群了，他听到这个账单的时候，他说你开玩笑吗？然后那护士轻描淡写，对，就是这个价。那沙巴的医疗保险经纪呢，我们已经找好了。那如果大家有任何跟马来西亚沙巴看病医疗保险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那在未来的视频我会问医疗保险经纪，然后让他给最专业的答案给大家。所以别忘了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啊。沙巴的医疗保险价格呢真的是很便宜，大概就是美国1个月的保险费能够在马来西亚付1年的医疗保险，约1/12，而且它看病的质量非常的高，就是你看到这么多个医护人员对我一个人，我的感觉我就是真的超级 VIP 的服务。不单只是这样子，而且听说住院也是相当的便宜。这个是我的一个观众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来马来西亚旅游，然后刚好买了旅游险，他刚好要在这边发了心脏病啊，就进了西马那边的医院，我不知道是哪一家，我到时候具体问他一下。他说本来就已经很便宜了，因为住院的话好像是100多马币还是200多马币，还包吃，然后吃的还很好。然后出来之后呢，他1分钱不用给就走了，因为他买了那个旅游险嘛。他说就算全自费其实也很便宜。那我做完手术出来之后呢，就被推到那个等待区，就是之前跟伯伯聊天的那个地方，还是同一个位置。然后没过多久医生就过来问我情况了，就问说有没有疼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啊。我说没有，然后就跟医生聊天嘛。然后后来我就说好像听说那个公立医院也非常的不错，就是 Queen Elizabeth， 就是等待的时间，因为本地人看病只花$1嘛，所以很多人会去那边看，而且那边的设施就是医疗设备也其实挺新的。这个是之前那支视频有观众留言说那边的设备不错，然后后来呢医生就说对，没错，那边其实不差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就是医生可能是新手，他说那边是很多医生练手的地方。那他有说因为是公立医院，所以你去看病的话你没得选，我想要这个医生或那个医生，你被安排哪一个医生就是哪一个医生。那每个新的医生都需要练习的嘛，那你就是公立医院的话呢，就可能会变成练手的。然后我就问他说公立医院的医生跟私立医院的医生的薪水是不是差很远？他说是，私立医院像 Gleneagles 这边的话呢，就薪水比较高，就是在公立医院有了足够的经验之后，你才敢出来私立医院做一个专科医生，因为这边是要花钱的嘛，如果你的技术不过关的话呢，是没有人来找你的。那我跟他聊到其他方面的，就比如说KPJ 它是哪一方面比较好，然后他就说是肿瘤科、癌症科 KPJ 好像是比较专业，因为 Gleneagles 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我后来就发现KPJ 那边非常喜欢让人去做手术，就是一言不合就做手术，所以他们医生的，我相信手术的这个专业程度是非常高，因为有很多练习嘛。但是如果你有小病不需要做手术的这种就不要去 KPJ 了。那因为每一个医院都有他自己的特长，那我们当然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需求去找适合自己的医生。当然一个医生你觉得这个意见想要 get a second opinion， 就是拿到第二个意见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去几个看看，没有问题的。因为马来西亚这边看病真的好便宜哦。据说外籍人去公立医院 Queen Elizabeth 也是可以的，就是要付费，那等待时间也是很长，但是我们就不想要跟本地人去争这个资源了。我觉得既然我们作为外籍人的话能够看私立医院，我们还是愿意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些。所以我觉得有身份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买医疗保险，买完之后我们就是随意去看病，
这边比美国爽多了，我都不知道留在美国的小伙伴有多么的痛苦啊。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疾病的话，真的在马来西亚的幸福感会比在美国的幸福感要高很多，就是你的心是踏实的。那其实我在眼科医生的办公室等的时候呢，我还周围去兜了一圈，他们6楼有其他很多的不同的办公室啊。那其实我在一个就是激光切痔疮的那个办公室还停留了一下。要知道10男9痔10女10痔，就是生完孩子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啊。于是我就是在下楼的时候，因为有个护士带着我下楼嘛，我就问了这个护士说，诶，你知道那边的就是激光切痔疮这个怎么样，他的技术好不好？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做过。然后我说你做过吗？他说对，我是做过，但是呢不是这个激光切的，我是绑的。我说什么叫绑的？他说就是拿一个线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绑。然后呢他说绑完之后当天是坐立不安，你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只能趴着。然后你就是做完手术的第一天会很痛苦，第二天他说就没事了。我说那其实也可以啊。然后我就问他说大概多少钱，他说大概是7000马币左右吧，他也是在Gleneagles做的。我没有问他是哪个医生，他就跟我说你多去几个医生那边问一下，因为有很多医生都是做这个项目的嘛，就是大家都有，尤其程序员啊宝妈啊都会有这种问题。这个护士很年轻，我发现马来西亚这边的人你真的看不出年龄，他们都长得好年轻啊。然后他说他生孩子的时候，我跟你讲他样子就像一个中学生。然后他说他生孩子的时候呢就长了痔疮，然后就去做手术，就绑了2个。然后他说第二天就好像拉噗噗一样，就把那2个东西都拉出来了。我说哇好神奇啊，听起来就感觉我也想去做。那等我有空的话呢，我也去打电话联络一下，就是这个怎么去激光切，是不是不疼。然后他说他也有朋友是切的，就不像他这样子痛苦了一整天的时间，就很干脆利落就出来了嘛。如果有这方面经验的小伙伴记得在下面留言哈。那护士说他是第2天就已经起来活蹦乱跳，就是基本上没事了。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像是这么快，我感觉好像就是听完之后我也挺有冲动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大家告诉我是去做呢还是不去做呢？请说出你的想法。最后跟大家揭秘，这整个手术呢一共1900马币，算下来400美金，比我在美国每个月的健康保险还要少。